这一期咱们就来说一说湿婆的另一半萨克蒂女神。如果说湿婆是无法被讲述的话，那么她的另一半萨克蒂女神则比湿婆还要复杂。萨克蒂女神是行动，是开始，是所有业的动力，是力量，是宇宙母神。她是湿婆阴性力量的显现，她帮助梵天创造世界，世界也因萨克蒂女神而产生了永恒无尽的运动。但萨克蒂女神却是没有实体、没有具象化的女神，她游离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中，是永恒的动力。所以萨克蒂这种力量形态下是无法与宇宙的具象化湿婆结合的。又因为湿婆是宇宙的具象化，湿婆的不圆满也代表了世界的不圆满。因为这件事，创世神梵天与护世神毗湿奴可是伤透了脑筋。上一期我们已经讲过了，在梵天创世时，因为湿婆的圆满，梵天无法创世，于是梵天请求湿婆打破自身的圆满，从而达到创世的目的。但又因湿婆的不圆满，被创造的世界又显现出了残缺的状态。世界的残缺导致了灾祸丛生，吠陀中的正法无法被树立，善良的人得不到好的回报，而邪恶的阿修罗则利用力量为非作歹，甚至阿修罗马竞盗走了4部吠陀经书，差点导致世界毁灭。于是创世神梵天与护世神毗湿奴开始为湿婆与萨克蒂女神的结合行动了起来。说到了这里，刚接触这类视频的同学可能有点迷糊。其实印度教神话最难的一点在于它的哲理性。毁灭之神湿婆是宇宙的本身，湿婆是宇宙的具象化，而它的另一半萨克蒂女神则象征宇宙力量与运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的话，没有萨克蒂女神的湿婆是一具不会动的尸体。于是萨克蒂女神与湿婆的结合是必须的，不然世界因为没有动力而陷入停滞，将变为一潭死水，永远不会孕育出生命。但要想湿婆与萨克蒂女神相结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为了2位神的结合，可算是抽毁了梵天与毗湿奴。其实根本的难点有2个，一是萨克蒂女神本身的属性。萨克蒂女神是湿婆身上分离出来的阴性力量，是世界一切动力的源泉，是所有变化的开始。也是因为这样，萨克蒂女神是没有实体的。纯能量化的萨克蒂女神是不可以与具象化的湿婆结合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请求萨克蒂女神转世成为世界的一份子，这样借助转世的尸体就可以与湿婆结合了。第2个难点是湿婆的本身。湿婆本来就是宇宙中圆满完美的存在，它既是男性也是女性，因此它一面而两性。这种圆满与完美因为世界的创造而被打破了，不圆满的湿婆本身也就产生了许多的痛苦。于是湿婆进入了自己的苦修，通过冥想与苦修来解脱这种因为不圆满而产生的痛苦。于是这时的湿婆是个苦修之神，苦修者是不会娶妻结婚，更不会与女子结合的。这让梵天与毗湿奴极为的头疼，即使2个神苦口婆心的劝解，依然无法使湿婆脱离苦修的状态。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梵天与毗湿奴不得不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梵天问毗湿奴道：现如今萨克蒂女神已经转世为生主达刹的女儿萨蒂，而湿婆却陷入了苦修。我们都知道，如果湿婆不走出苦修的话，他永远也无法与萨克蒂结合的。毗湿奴莞尔一笑说道：如今萨克蒂女神将转世成为萨蒂，因为萨克蒂女神拥有了实体，所以她身上也开始拥有了业这种东西。等到时机成熟，她自然会去到湿婆身边，这是她转世的原因，也是她的使命。但湿婆本身却没有业的困扰，这就很难办了。梵天也愁眉不展地说道：湿婆本身就是宇宙，所以因果与业对他都是无意义的。难道世界注定要在残缺中被毁灭吗？毗湿奴依然微笑地说道：湿婆是一切的起源，是因的起始，是果的终结。他身上没有业的存在，我们也无法用业去约束他。但世界的一切都是因为业的力量而运行，同时湿婆又存在于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湿婆都是知道的。为了世界的福祉，湿婆自然会走出苦修，与女神结合。但这只是最终的结果。如果湿婆到世界毁灭之前也不与女神结合，那么世界必然会毁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促成他们的结合。梵天疑惑地问道：湿婆本身是没有业存在的，一切的因与果都无法约束它，它是最为极致的自由，我们无法约束它，也无法推动它，该怎样促成呢？毗湿奴看着梵天说：梵天，你忘了，萨克蒂女神是湿婆本身所分离出来的阴性力量，是宇宙与世界的母神。如今纯能量的她已经拥有了实体，因此也拥有了业。所有的业即将汇聚，世间所有被创造出来的、没有被创造出来的、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都会齐心合力将湿婆与萨克蒂女神的转世萨蒂推向一起。我们只需要促进这个过程即可。梵天听到了这个消息，顿时喜出望外。而这时，梵天的右脚拇指中诞生的生主达刹已经完成了向萨克蒂女神的苦修。这里丢丢要说一下，在印度教神话中，如果想要取悦一个神明，最为有用的就是向这个神明进行苦修。在苦修的过程中，苦修者的意识会融入神明的规则之中，从而达到一种与神明同为一体的感觉。每当通过苦修达到这种境界时，苦修者祈求的神明就会显现出来，从而满足苦修者的愿望。生主达刹是梵天的孩子，所以生来就肩负着创造世界的责任。于是为了世界的圆满而不再残缺，达刹向世界之母萨克蒂女神进行苦修。苦修完成之后，萨克蒂女神显现了出来。达刹请求萨克蒂女神以实体化降生为自己的女儿，从而使得世界的力量具象化为一位女性，以后可以与象征着宇宙的湿婆结婚，从而达到了让宇宙再次圆满的目的。萨克蒂女神也答应了达刹的要求，转世成为了达刹的女儿萨蒂。但在萨克蒂女神以萨蒂的形态诞生的过程中，梵天因为违反了正法，被湿婆斩掉了第5个脑袋。梵天的儿子达刹得知自己的父神梵天被湿婆砍掉了1个脑袋，从而对湿婆产生了不满之情，而正是这个不满之情，使得萨蒂与湿婆的婚姻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以上就是湿婆与萨克蒂女神结合的起因的一个简单的叙述。